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理科生问信仰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可以说是信仰圈的终极雷区话题：进化论和上帝到底能不能共存？在目前的主流叙事里，这两者简直就是死敌。要么你拥抱达尔文，把信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；要么你死守创世纪，对化石和基因等科学证据视而不见。说实话，作为一个有着科学素养的理科生，我对很多传统的护教答案是非常不满意的。比如有些教友还在宣传的年轻地球说，或者那种上帝在科学解释不了的地方缝缝补补的论调。这种观点把造物主搞得像个蹩脚的程序员，代码写的千疮百孔，天天在那打补丁。比如猴子的眼睛演化不过去了，上帝赶紧伸手微操一下。我不相信这是真相，一定有一个能把这两者完美相融的方法。而且除了那种老掉牙的上帝是第一因的废话，今天我想带大家看一套更宏大更优雅的解释。为了把这个问题聊透，我们得先回到19世纪，去看看那个仿佛把基督教将死的至暗时刻。这就不得不提一个人，达尔文的斗牛犬托马斯·赫胥黎。这老哥不仅是个顶尖的古生物学家，更是个辩论鬼才。当进化论刚提出时，他拿着铁证如山的地层数据和化石，把当时保守的神职人员对得哑口无言。赫胥黎更狠的是，他直接对创世纪开火。他通过横向对比古巴比伦的大洪水神话，指着基督徒的鼻子说：“看吧，创世纪根本不是什么神圣启示，它和古代其他民族的神话一样，不过是古人对大自然幼稚的、夸张的浪漫想象罢了。”在当时的人看来，神学面临着灭顶之灾。赫胥黎的逻辑似乎无懈可击。既然科学证明了物种是漫长演化来的，那上帝捏泥人的说法就是谎言。既然圣经是谎言，那信仰的基础就彻底崩塌了。将军，死棋。但是赫胥黎真的杀死了上帝吗？并没有。仔细推敲你会发现，赫胥黎用科学的游标卡尺去衡量神学文本，这本身就是一场降维打击的错位。他打倒的根本不是那位永恒的造物主，而是中世纪神学家们臆想出来的那个机械论宇宙和微操型上帝。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神学概念，叫做辅救 accommodation。 大家想想，创世纪的第一批读者是谁？是公元前1000多年的古代近东先民。如果上帝当时给他们下发一份包含 DNA 双螺旋结构、基因突变规律和白垩纪地质变迁的底层技术文档，他们能看懂吗？肯定看不懂啊。圣经的定位从来不是回答 how 的科学教科书，而是回答 who 谁创造了这一切和 why 为什么创造的神学启示录。上帝用当时先民能听懂的神话叙事外壳，传递了一个极其颠覆的内核：宇宙不是盲目的，万物是有秩序的，人类是被赋予特殊使命的。所以，当我们跳出字面解经的死胡同，用理科生的思维重新审视进化论，你会发现，它不仅没有推翻上帝，反而展现了造物主极其震撼的智慧。在这个模型里，演化其实是一套极其优雅的底层代码。如果把宇宙看作一个庞大的系统，上帝并没有选择去硬编码地球上的每一个物种，他没有亲手一行一行去写霸王龙的牙齿怎么长，或者哺乳动物的毛发怎么脱落。相反，上帝编写了一套极其精妙、具备高度自适应能力和穷举潜力的演化算法。这套算法包含了自然选择、基因突变等物理与生物法则。恐龙长达1亿6千万年的统治，以及后来我们的崛起，都是这套超级生态引擎在不同的环境参数下自然推演出的结果。那么人呢？人是猿猴演化变来的，这跟上帝造人冲突吗？完全不冲突。从猿到人，绝不是脱离上帝掌控的盲目随机事件，而是这套宏大系统在设计之初就预设好的必然输出。当这套演化算法通过漫长的复杂性叠加，运算出一种神经系统足够发达，能够承载高级自我意识和理性逻辑的生物时，人类的生物学硬件就准备好了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很多逻辑严密的朋友心里还会有一个悬念：既然肉体硬件是演化来的，那人类的灵魂，也就是圣经里说的神的形象，到底是怎么产生的？老实说，我对上帝在细节上主动干预器官形成的说法，也是持怀疑态度的。关于灵魂的诞生，目前有2种很有意思的推演。一种是著名护教家 C.S. 路易斯提出的，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刻，当这群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发育到阈值时，上帝采取了行动。他将一种全新的属灵生命下载到了他们身上，就像一根钨丝通了电，
突然发出了光芒。那一刻，他们不再是动物，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，Homo Divinus， 神圣之人。另一种推想则更加极致，认为这套算法在宇宙大爆炸的起点时刻就已经完美设定，当物质复杂到一定程度，灵魂和意识就会作为一种高级属性，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。究竟是系统初创时就已经定好的定时触发，还是演化到猿猴阶段时的手动点亮？坦白讲，这在目前依然是一个存疑的科学和神学前沿问题。但无论是哪一种，都不妨碍一个核心事实：人类是这套伟大代码的最终杰作。总结一下，进化论和上帝互斥吗？只有当你认为上帝是个每天忙着改 bug 的微操大师时，他们才会互斥。当你把宇宙看作一个正在展开的宏大系统，把造物主看作赋予万物自我创造能力的终极设计师时，进化论就成了一首赞美上帝智慧的壮丽史诗。真正的信仰从来不需要惧怕科学的放大镜，因为所有的真理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源头。这里是理科生问信仰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给你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，欢迎点赞、订阅，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思考。我们下期见。